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，了解他们是从这部国漫开始的。像机关城这样的理想乐土，甚至一直都是我小时候的向往。但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真实的他们原来跟我想象的那么不一样。今天我要给你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。我是木子欣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，我们都是在读中华家。你印象中的古代学者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样，还是这样？ No，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他，身穿布衣，肩背行囊，手执树杖，风尘仆仆。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描述他：他赶路在黑夜，伸出黝黑的手，在黑色的衣衫上撕下一条黑色的布条，去包裹受了伤的黑色的脚，连他的名字也是黑色的。世人称他为墨子。不像大多出身贵族的学者一样，墨子虽然也出生于贵族，但传到墨子这一代的时候早已经没落。他只是一名处于底层的工匠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知晓这乱世之中百姓的艰苦。墨子觉得，只要有战争，无论谁输谁赢，百姓都得倒霉。正所谓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嘛。而他如此夜以继日，长途跋涉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和平。他要去阻止战争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平息这场春秋的战火。同样是拯救乱世，或许你还记得儒家是怎么做的？孔子一生的追求是用仁来恢复周礼，只要唤起人们内心的仁爱道德，大家都能遵循周礼，那就不会打来打去了。孔子这么尊崇的周礼到底是什么？所谓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周礼当初就是为了贵族设计的，是依赖家族感情的一种有等级的礼制。墨子一直攻击孔子的这种看法，他说，你孔子提倡的仁爱，最后标准还不是看谁跟你的关系近，这种等级层次核心还全部是你自己。你的这种仁爱是自私之爱，天下人人平等，我们要爱就要爱全天下的人。常察乱合自起，岂不相爱？现在为什么兵荒马乱，就是因为大家不相爱。如果天下人兼相爱，那不就不会互相攻击，不就没有战争了吗？墨子描绘了一个他心中的理想世界，在那里人人就像爱自己那样爱他人，大家都和谐相处，没有战争。国家用人也不会看你的身份等级，只要你是贤能，无论是农是工，都能够任职参政。全国上下的思想都要跟天子统一，当然天子上面还有天，他也必须要按照天的意志好好干事才行。在这样的从上到下都是贤人的政治体系之下，全社会公平公正，有钱就一起分，有好处就一起享，是以天下治也。这就是墨子心中最向往的兼爱非攻，上贤上同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墨子最初还是学儒家思想的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孔门弟子，后来竟然提出了跟儒家几乎完全相反的10大主张。除了刚刚提到的这4个之外，还有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非命、天志、民轨这6个，简直个个都跟儒家对着干。比如节用节葬，就是反对儒家繁缛的礼制和厚葬久丧，这些不但劳民伤财，又影响劳动生产，应该尽可能的去掉不必要的开支，那么国家的财富就能成倍增长了。再比如非乐，反对了儒家的礼乐。墨子认为欣赏音乐占用了君主和百姓的劳动时间，有碍天下进步。还有非命，反对的是儒家的天命，哪有什么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啊，只有人们自己积极努力，才能挣得富裕和太平。虽然墨子不信天命，但他主张天志和民轨，而儒家则不与怪力乱神，向来对鬼神敬而远之。墨子认为这个天啊鬼啊，他们都是有意志的，能够辨善恶，明赏罚，对一切国家一切人民都一视同仁。不过这个鬼神文化主要是用来传播敬畏之心的，就像刚刚说的天子头上还有天一样，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至于神明是谁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爱与敬畏之心。所以嘛，听起来神秘兮兮的，但最终还是为了世界和平。带着这种理想主张，墨子走遍中原各地去阻止战争，对，纯靠走。另外，为了阻止不义之战，他还站在防守方的角度，发挥自己工匠的天赋，带着弟子做了好多守城防御器械，比如投掷车、连弩车、转射机，还有各种城防工程。那妥妥的简直就是一个古代黑科技军工厂啊！有一次，楚国为了要攻打宋国，请鲁班来为他制造攻城的云梯。墨子急急忙忙，日夜兼程，从鲁国硬生生走了10天10夜，终于赶到了楚国。
用木片作为守城器械，和鲁班来了场沙场模拟演兵。鲁班想方设法的进攻，结果竟然全被墨子挡下来了。楚王无奈，只得放弃了攻宋。就这样，楚攻宋还有齐伐鲁、宋攻郑等战事，竟然都被墨子成功拦下。日夜奔走于列国的墨子，用行动实践了他的和平主张，这就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像这样代表平民大众的充满个人魅力的墨子，当然有很多追随者。照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，已经达到了土属弥众、弟子弥封，充满天下的程度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墨者。墨者大都出身于手工业，而墨子本身更是精通木工、造车、皮革、制陶、冶金、织布、制鞋等工艺。不像儒家学子一样每天习读诗书，墨家的必修课涉及了认知学、逻辑学、数学、光学、声学、力学及心理学，是一个致力于科学教育的学术团体。如果你也爱搞科学，那你可能听过一句话，科学的尽头是神学。刚好这群爱搞科学的墨家弟子，他们的内部就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。墨家有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，他们的首领有着统一的称号，也就是巨子，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代巨子，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选拔贤者来担任，代代相传。就像梁启超讲的，他们的制度就像是基督教的罗马法王，又类似于禅宗的传音钵。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严密的构架，才使墨家有超强的战斗力。他们既像一个地下组织，又像一个天使集团，好像一个苦行僧团体，又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。他们如黑色粘土般成团成块，向各地奔忙，用行动阻止战争，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的和平信仰。既然是一支准军队，那当然要有清晰明确的行动纲领。墨家的行动纲领就是义，但是跟儒家的仁义不同，这个义指的是侠义，拆分成3点，就是匡扶正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，言必行，行必果的诚信品质，和舍生忘死、敢为人先的牺牲精神。比如战国时期的墨家巨子孟胜，本来答应了杨成军要为他守城，可是因为被追杀，杨成军竟然自己先逃了。孟胜眼看守城的托付就要撑不下去了，认为自己必须一死，这是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。后来他的弟子180多人竟然全部随他赴死。为什么慷慨赴死？就为了一个义字。如果已经许下的诺言无法实现，墨家弟子又要赴死，也要保全信誉。不过在丰富多元的墨家体系中，这种为义而战的思想并不是所有墨者都认同的。墨子死后，墨家就因为意见的分歧慢慢分裂成了3派。刚刚说的要为了义而战的这一派，以邓林氏为代表，主要在楚国一带活动，简称楚墨。另一派反对暴力，反对战争，希望能用更温和的方式去实现和平，所以他们专心于研究墨家治世学、逻辑辩论学这些学术，以相夫氏为代表，主要在齐国一带活动，简称齐墨。还有一派眼光就更高远了，也是更贴近墨子本人政治思想的一派。他们认识到，天下的和平绝不是墨家那点微弱的反抗就能达到的，战乱就是因为国家太多，而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和平。这一想法可谓是与老秦人不谋而合，而且秦国的变法为老百姓带来了平等和机会，正好也是代表底层民众的墨家人所向往的。所以这一派的墨者以乡里氏为代表，主要就在秦国发展，简称秦墨。他们为秦国提供科学技术，制造军械农具，参与了如都江堰、郑国渠这些伟大工程，与法家一起缔造了统一天下的大秦帝国。面对一个如此庞大又错综复杂的国家，为了稳定民心和政权，秦始皇后来还是选择了用法家来统一思想，再加上汉朝的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这让墨家也像其他家一样逐渐没落。而且你别忘了，墨家还有奔波各地、到处动用武力的侠客，他们训练有素，团结互助，舍身取义，但却又是一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。更别说墨家竟然还那样抨击过儒家，朝廷怎么可能容得下他们呢？所以上层社会这边的路子是完全被堵住了。没事，那不是还有下层社会吗？韩非子曾说，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。身为世间唯二显学的墨家，只不过是从那时候转身成为了隐学。其实在战国末期，那3支墨家流派就已经汇合成了2派，搞技术和学术的那2支流派后来都专心做研究去了，包括认知论、逻辑学、数学、光学、力学等等，世人称他们为后期墨家。另一支继承了墨家的侠义精神，成为了深藏于社会中的游侠。
比如《水浒传》中的180条梁山好汉，《三国演义》中描述的桃园三结义。虽然这类小说多少还是有虚构的成分，但是这可不正是墨侠文化对后世深刻影响的证明吗？从显学到隐学，墨家子弟把自己融入了平民百姓之中。不过你可别以为他们就这样一直隐下去了。中国封建历史维持了几千年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。朝代更迭，分分合合，天下是治了又乱，乱了又治。虽然太平盛世的时候，统一的上层社会可以用外儒内法这一招来治理天下，但是到了王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儒家和法家都管不了啦。这时候消失的墨家就会从下层社会重新钻出头来。你看看那些最先出头的都是谁？秦朝末年有陈胜吴广起义，清朝末年有绿林赤眉起义，东汉末年又是黄巾起义。这些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几乎成了王朝末年的标配。他们拥有统一的信仰，有统一的行动。就比如中国历史上那个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，不仅有所谓的拜上帝会，甚至还实行有田同耕，有衣同穿，有饭同食，有钱同使的共产主义制度。这难道不像是那些一直向往着和平共享的墨家的化身吗？就算封建结束，到了近代，国难当头，国恨家仇，那些为国家、社会、人民的利益而四处奔波的改良者和革命者，那些为了救国理想而牺牲的英雄们，他们骨子里流淌的不就是这种舍身取义的侠义精神吗？虽然墨者这个名字早已消失了千年，但是代表着百姓人民的墨家，他们那种追求人类和平，为了理想和信仰而不懈奋斗的精神，早已融入了我们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。到这里，我们的墨家知识体也成型了。从那位风尘仆仆四处奔走的墨子开始，到图属弥众充满天下的墨者，他们带着和平的信仰奔波于天下，想用兼爱非攻、尚贤尚同、节用节葬、非乐非命、天志明轨这10大主张来实现他们的美好理想。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一件件防御神器，用严密的组织加强自己的力量。墨子死后，墨家三分，一派坚守侠义，就算慷慨赴死也在所不惜；一派研究治世和逻辑学术，向天下呼吁和平；另一派利用自己的科技本领，帮助秦国富国强兵。战国末期，他们有汇合成2路，一派研究科技逻辑，一派继续流浪江湖。再到秦朝汉朝，他们遭到了上层社会的排挤，从百姓中而来的他们只能又选择隐身到百姓中去。每当乱世到来，他们又会最先举起救世的大旗，走最英勇的先锋。正是因为这种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墨家精神，21世纪的你我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他们曾一直向往的和平国度。既然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讲哲学，那么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被胡适称作是中国哲学鼻祖的人。就连鲁迅也曾说，不读老子，不知中国文化，不知人生真谛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那么下一期我们就来好好道一道这个道。最后的3道快问快答线索都埋在上节课喽。第一题，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是谁？第二题，商鞅带着什么书来到了秦国？第三题，法家学派真正的形成者是谁？